Hello， 大家好，我是静。那今天的影片呢，我想和大家来讨论一下厕所革命，又名厕所起义。那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一听到厕所革命这4个字呢，就不禁的想起中共国的著名的小学博士，又名倒车帝。曾经在几年前，他也发起过一场厕所革命，说号称是要把中共国的厕所全部改造升级，让中国人民从此就上得起厕所了。更加讽刺的是呢，过去几年还在南京横空出世了一个号称耗资几百万的一个金碧辉煌6星级的厕所啊，供广大的游客去参观啊！你看我们这个最遥遥领先、最金碧辉煌的一个厕所，号称里面的内饰全都是采用爱马仕的产品呢，哇，真的是太牛逼了！那当时呢，我也做了影片和大家去分享。那最终烂尾帝所发起的这一场厕所革命，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呢？大家都众所周知了啊！就如同他曾经发起的这个动态清零和这个雄安青春一样，都烂尾了，厕所革命也一样烂尾了啊！那如今呢，在中共国还是有大量的厕所呢是旱厕，是没有门的，是露天的，是蹲坑啊！那今天这期影片呢，我们不讲烂尾帝的这个烂尾工程厕所革命，我们来讲一讲最近随着中共国的93大阅兵的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在中共国国内其实在孕育着一场蓄势待发的厕所革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由中国人发起的这个厕所革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近日，海外社交媒体 X 平台上热传的视频显示，在北京的公共厕所门上，有人大骂中共党魁搞93大阅兵，并出现大量反共标语，要求独裁者下台，以及中国要民主与法治，中共早就该亡了，100年奴役要推翻等等。这种标语就算是民众对于社会现状或者对于这个领导人不满的一种隐秘的表达的方式。因为中国现在大陆到处都是摄像头，是吧？现在中国大陆这个摄像头的数量的话，可能人均就有好几个。那厕所的话就没法放摄像头了，对吧？你总不能监控人家上厕所。分析认为，这种抗争方法却能起到震慑中共政权的效应。偷偷的写出这样的标语在厕所中，既安全，但是呢又对共产党形成了同样的心理震慑啊！我觉得这其实是属于成本非常低的，但是又非常有效的一种抗争的方法。最近北京上厕所都要实名制了。网上有消息说，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等几大中心区已正式要求公厕实名制，民众上公共厕所需要扫码。另外，继守桥员、网格员、朝阳民众上街巡逻后，北京现在又开设厕警新岗位。以上这个影片是最近在 Twitter 上引发了广泛热议的一个话题。那相关的图文呢，是由墙内传到墙外的啊。从这个影片当中的信息可以看出呢，现在随着93大阅兵的临近啊，就是北京市的市民是非常的有怨气啊，对这个独裁者，对这个中共是怨声载道，民怨是蓄势待发的一个节奏啊。还有就是呢，杭州的市民也是啊。那我估计呢，是因为粪水事件之后，然后又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处理啊，那因此呢，杭州市的市民呢也是非常的有怨气。那以这2个城市为首的中国人民呢，就在悄无声息当中发起了一场他们自己的厕所革命啊。那从影片当中可以看出呢，他们就偷偷的在北京和这个杭州的各大公厕当中去写话，去喊话中共啊。那中共看了之后呢，也非常的着急跳脚啊。特别是北京呢，眼看这个93大阅兵马上要来临呢，怎么能允许你们这一帮人矿和韭菜做出这样的事情呢？于是乎，现在中共就想出了他的杀手锏。现在在北京，你在中心地带如果去上厕所的话，那需要扫码实名登记之后，你才有资格入厕啊。更加荒诞的是什么呢？中共为了防止这些人在厕所里面搞厕所革命啊，现在给北京市中心的全部公厕都安排了厕所警察。
厕所也有警察了啊，现在就站在门口为你保驾护航啊，确保你上厕所的安全性啊。那我相信大家应该还记得，就在不久前，我做过另一期影片，说中共国的街道办和这个居委会已经变身成了这个中共国的月经警察了。月经警察是什么呢？顾名思义啊，就是掌控中共国女性月事的一个警察，和这个厕所警察呢是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样的荒诞啊！就是现在在中共国，现在街道办、居委会这些月经警察呢，会定期的打电话给那些还在生育年纪的女性，去询问你的月经什么时候来你什么时候要备孕，什么时候要生孩子。已经有这个指标，有 KPI 了，就是到时就打电话去询问啊，这个叫做月经警察。你看现在中共其实还是非常的有头脑的，他也知道现在这个失业率居高不下啊，为了去把这些体制类的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他的这些打手基本盘的利益保护好，他就凭空的创造出了这么多的尤为的有创造性的职位，什么月经警察、厕所警察诸如此类的啊。那我相信呢，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有更多奇奇怪怪的闻所未闻的岗位也会被中共创造出来，去保护广大的中共国的人矿和韭菜的财产安全和这个人身安全，真的是太幸福了，太让我感动了啊！那说回这个厕所革命，这个中国人民为什么要在厕所里面发起革命呢？而不正大光明的去反抗中共呢？那原因我们都非常清楚啊！如今的中共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压环境，它就如同一个高压锅一样，就是各种社会问题和这个国家的失业率、经济问题都在不断的发酵，不断的加热，但是它这个压力又没有办法排解啊。那中共呢，它就通过各种的武力镇压的手段去把它压下去啊。就是现在的中共国，它的监控是无处不在的，不光是在网络上有各种的监控，就连你的私人的电脑和你的手机，就是说你在你的社交媒体上和你的朋友的一些隐私的信息，中共也尽收眼底。那在一个这样高压的环境下，人的这种怨气、这种民怨是需要发泄的。那于是乎呢，他们就发明了这个厕所革命，去宣泄自己对中共独裁者的不满。但是就连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为，对中共来说都是如临大敌啊！你看即刻的就搞了什么实名入厕厕所警察。那我的猜想就是，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或者现在已经在进行当中了，中共将在全部的公厕当中也装上这个无死角的实时监控啊！你们千万不要低估中共的无耻和变态，他们还真的做得出来这样的事情啊！因为中国人对中共来说，他不是人，他不需要尊严，也不需要人权他只是这个中共的耗材，中共的财产而已啊。那对于财产和耗材，他当然是不需要尊重的啊。那说到这里呢，我就不禁想起我之前看的那个英国的那个 show 叫做 Black Mirror， 当中有一集呢是说把那个芯片植入到你的脑子里，或者植入到你的眼睛里面，然后呢，它就可以24小时从你本人的视角去监控你啊。那我想呢，可能以后的中共国，如果说它的科技进步到一定的程度呢，如果说它可以把这个芯片，就是那种低等的芯片的造价变得更加的低的话，那我相信很快可能全部的人矿和韭菜都是人手一个芯片就安在他们的眼睛里面，达到一个24小时的监控啊，那也不是不可能的啊。那所以说呢，很多中共国的粉区会特别的引以为傲，说你看我们中共国的这个人脸识别大数据多么牛逼做的多么的普及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呢，中共做这些什么人脸识别大数据并不是去造福他们的人民呢，
而是用来时时刻刻无死角的去监督这些人矿和韭菜的，去具有这个决定性的掌控力啊。所以说现在在中共国，你想去闹革命、去搞起义，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因为中共已经具有了绝对的掌控权，时时刻刻都在盯着你呢，上面的大哥在时刻的监督着你呢，你还能做什么呢？那其次就是呢，他这个厕所革命当中很多的标语是说反独裁者、反小学博士啊。其实我觉得他搞这些厕所革命的北京市民呢，也没有彻底的醒悟啊。就很多人会觉得，只要这个小学博士下台了，中共国就会变得好了。这个就是天方夜谭，痴人说梦话啊。就是说，你换一个皇帝上来，他还是一个皇帝呀。他还是独裁呀，就是他整个体制，他已经烂到根里面去了。你要推翻的是整个政党，而不是某一个人。他小学博士也是他这个庞大的这个体制当中的一环而已啊。那所以说呢，所谓的这些厕所革命的人呢，其实他们也是发一发牢骚吧，其实也并没有真正的看透中共的邪恶。那最后就是呢，还想提醒一下广大的海外的华裔，如果说你计划到中共国去出差去旅行的话，下次你在入厕公厕的时候，记得要保护好你的隐私部位啊，说不定中共就在各大公厕里面已经安满了监控，在秘密的监控着你啊，那也不得而知的。OK， 好了，以上是今天全部的内容，我们下期见，拜拜。